海童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替你姐收着。咱们这里的人探病时都会给个红包的，这是风俗习惯啊。周红英还拿风俗来说事，硬是要海玲收下她的红包。那周母也给了海玲一个大红包。海童推拒啊，最后母女俩把红包塞给了洋洋，让洋洋拿着，然后母女俩就赶紧跑了。周父也识趣地跟着跑，不让海童退回红包。只有周红林还站在那里，看着海玲这欲言又止的。海童想让周红林把红包带走，谁知道洋洋不肯放手，抓得死紧，嘴里说道：“这是奶奶和姑姑给我的红包。”海童哄着他：“洋洋，这2个红包要还给你奶奶和你姑姑，咱们不要他们的钱。”“奶奶和姑姑给我的呀。”洋洋坚决不肯，奶奶和姑姑又不是没有给过他红包。以往他收到红包，妈妈都会帮他把红包塞进他的储蓄箱里，故而奶奶和姑姑给他的红包，他是下意识就要护住，这可是他的钱。他还是第一次知道外甥竟然是个财奴。海玲啊，你好好养伤，有空呢我再来看你。周红林想说的话最终没有说出来，只说了句客套的话就走了。海童无法从外甥手里要回那2只大红包退还给周家人，求助的看向姐姐。海玲苍白的脸上呢有着些许的笑意，对妹妹说道：“算了，他们给了就收下吧。以往他们给过洋洋红包，洋洋收他们的红包收习惯了，给到洋洋手里，你想要走很难的。”海童抱起外甥亲了一口，打趣着：“洋洋，你这是要存老婆本了吗？我给妈妈存着，存多多的钱，以后给妈妈买大房子住。”海玲呢笑意更深，海童也笑，夸赞着：“咱们洋洋真乖啊，知道存钱给妈妈买大房子住了。”洋洋挣扎着要在床上坐下来，海童呢放他坐下，小心的不让他碰到姐姐的伤口。洋洋献宝似的把2个大红包递给妈妈：“妈妈，给你吧，先让你小姨拿着，等妈妈好了，妈妈再拿回来存着，好不好呀？”洋洋想了想，点点头，便把奶奶和姑姑给他的红包给了小姨，暂时保管着。他还很认真的道：“小姨，你要记得还给我哦。”海童笑道：“你还怕小姨吞了你的钱呀？”洋洋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，他马上就躺下，但他也知道要避免碰到妈妈的伤口。他侧身躺着，面朝着妈妈，这样才能和妈妈一起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阿七开门进来，恭敬地对海童说道：“大少奶奶，二少爷带着宁大小姐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”阿七应了声后转身出去。那很快战一晨拎着一篮水果，就抱着一束鲜花陪着宁云初进来。宁云初手里拿着拐杖，走得很慢，战一晨就很有耐心地陪着他慢慢地走着。云初，海童上前去扶着云初：“谢谢。”云初温声道谢。大嫂，战一晨叫了海童一声，海童恩着，他扶云初在一张椅子前坐下。战一晨把那篮水果放在床头柜上，那束花则放在海玲的床头，温声说道：“玲姐，这是宁大小姐送给你的，愿你早日康复。”海玲道谢。她和宁云初不熟，不过知道妹妹与宁云初交好，妹妹跟她说过，宁家大小姐是战奶奶给战一晨选定的妻子人选。看战一晨对宁云初的态度，她是接受了奶奶的安排。海玲姐，宁云出面朝着海玲：“对不起。”她向海玲道歉。“大小姐怎么向我道歉？”海玲说话还有点虚弱啊，麻醉药过后，她的伤口以及手术后的刀口都好痛，痛得她脸色更加的难看，说话也无法说的大声一点。宁云初愧疚地道：“从一开始，事情就是因我而起，海童是为了帮我，就我才会跟我妈结下梁子，我妈现在被抓了，她会受到法律的惩罚，但我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，我理应来向海玲姐道歉。”她站起来郑重地道：“海玲姐，对不起。”
宁大小姐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你别自责。这件事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彤彤的错，是那些人太过于丧心病狂。海玲其实还不知道幕后指使人是谁，不过在宁云初来道歉后，她就想明白了。宁云初还是很自责的。海童与母亲结怨都是因为帮他。海童安慰了他一番后，问他：你们家里现在怎么样了？那宁太太母女俩都进去了。宁思琪被海童告了之后，判的刑事没有宁太太那么重的。宁太太本想救女儿，过于心急又心狠，不仅没有把女儿捞出来，还把自己搭进去了。他以为他有那干爸留下来的手下就能无法无天了，过于嚣张的下场就是等着坐牢吧。他这是黑社会性质呀。我大伯昨晚连夜赶了回来，不过他也做不了什么，唯有给我妈请个最好的律师。在我看来是改变不了什么的，有些事他也脱不了关系，估计他很快也能进去与他的妻女团聚啊。宁云初跟战一晨商量过，决定把录音笔交给警方，告他的亲妈以及继父谋害他的亲爸。这个时机最好了，亲妈犯的罪引起太大的轰动，无数人都盯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再去告他们，警方一定会尽力调查啦。他是看不见了，暂时无法搜集证据，但可以让警方来调查，帮他搜集证据。战一晨支持他，他说他想干什么，他都支持他。哇，这让宁云初很感动。就他们交情不深，但战一晨肯帮他，无条件的支持他，都说战家会培养孩子，他信了，就是战家把战一晨培养的这么优秀。这般的有正义感。邪不能胜正，只要他们做过的犯法的事啊，总会被查出来的。海童握了握宁云初的手，云初加油。两个人都懂彼此话里的意思。云初感激的道：海童，谢谢你，真的太谢谢你，你因为我的事被卷进来，我每每想起都愧疚不已，对不起你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跟一晨说，他会帮你的。云初静默了一下后说道：麻烦二少爷了。不用叫他二少爷，那样显得太陌生了，就叫他一晨吧，你是我朋友，他是我小叔子，你们也认识了一段时间，算是朋友了。战一晨投给嫂子感激的眼神，宁云初只是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海玲还需要休息，宁云初也不好待太久。那在商太太母女来了之后，宁云初就和战一晨一起离开。彤彤，你带着洋洋跟战印回去吃饭，下午都在家里休息，我和小飞在这里看着你姐就行，就晚上你们夫妻俩再过来守夜。商太太不是不想守夜，是争不过海童，也理解海童啊。他儿女又担心他渐上年纪撑不住。海童看着姐姐，彤彤听大姨的话啊。海玲轻轻地说道：姐看你现在憔悴的样子，心都痛，姐没事的，姐死不了。姐答应了爸妈要好好的照顾你和洋洋，不会反悔的，你快带洋洋回去休息吧。战印从外面进来，他刚才是去找海玲的主治医生了解海玲的伤情，也担心有后遗症。大姨，他对商太太还是很敬重的，每次见面都尊敬地叫着大姨。面对着商小飞时，他总要抿抿嘴后才能叫出那声表姐。商小飞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不能偷着乐的，可他忍不住呀。战印这么高傲的人，以前正眼都不想看他，现在见着他都得低下头，放下身段，用着带点讨好的口吻叫他表姐，更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正眼都不看他。商小飞就有一种农民翻身把歌唱的快感。战印跟商小飞打过招呼后，就看向了他的老婆大人，不想看商小飞那一脸得意洋洋的样子。彤彤，听姐的话，我们先回去休息，休息好了，晚上才能守夜。海童心疼姐姐，她心疼海童。在姐姐和大姨的相劝之下，海童愿意带着洋洋跟着丈夫先离开医院。
嗯，出了病房后，战印抱过洋洋，对海童说道：“我们回山庄去。”奶奶把那位大师请到山庄里了。洋洋被吓得太厉害，奶奶说要叫叫魂，这种事战印是不相信的。不过老人家坚持要这样做，反正做了，洋洋也不会损失一块肉，他也就任由奶奶去做了。那再者，海童都不反对，那顶多就是被人知道后又上热搜呗。关于他有毛病不能让海童怀孕的热搜已经撤了，他的澄清声明则待在娱乐版的热搜榜一上。网友如何讨论的，战印不去看。别人爱信不信吧。他会澄清是不想让大家怀疑海童有问题，也不想让海童有更大的压力。有媒体记者致电给他的母亲，他母亲也把长辈们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。长辈们不催生，由着小夫妻俩自己安排，想什么时候要孩子就什么时候要。不过这件事，战印还是瞒着海童，不想他在担心姐姐的时候又被一件小事烦着。他本就觉得是因为和他的那件小争执，导致他没有陪在姐姐的身边，是他的错。要是再让他知道生娃的事还上了热搜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就回山庄吧。老人家都说小孩子太小，被吓得太厉害了，是要叫叫魂的。我妈说过，我小时候也是经常要请神婆帮我叫魂的。上车后，战印才说到，我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信这个的。那位大师还帮咱俩批过命，说咱们俩有一世的夫妻缘分，所以我奶奶就极力的撮合咱们俩。海童还有这个原因，我以为奶奶是看中我的人品呢，原来不是呀，是大师的一张嘴撮合了咱们俩。战印一手抱着洋洋，一手揽过他。这个大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，说他和海童有夫妻缘分，这一点说对了，他俩现在就是夫妻。可惜的是只有一世夫妻缘，他是希望能生生世世都和海童结为夫妻的。不过呢，人就一辈子，一世就一世吧。奶奶呢，还想让大师帮我们家看看风水问题，大师却说他在风水上面的造诣不深，看不出我们家的风水格局有什么问题，让我们另请高明。战家生不出女儿来。战印跟奶奶提过会不会是风水问题，奶奶才会问那位大师的。大师给人批命挺准的，但在风水上钻研不深。游游山庄请的是风水界的大师看的风水，那位大师还真的看不出问题来。不过大师告诉了奶奶，按他给战印和海童批的命来看，夫妻俩是儿女双全之命。战印想到奶奶乐呵呵地告诉他这件事，他嘴角也弯了弯。儿女双全，谁不想呀？他也想的。那想到什么了？他的心思变化，海童察觉到。他离开他的怀抱，看着他，好奇地问了句。洋洋也学着小姨的样子，仰头看着战印。大师说，咱们夫妻俩是儿女双全的命，所以彤彤，你不要再想着孩子的事，咱们命里有儿有女的，孩子总会来的。不是有句话说到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海童沉默良久，叹口气地道，好，我不去想生孩子的事了。不管那位大师说的是好听的话，还是真会批命，看出他和战印的命盘里有儿有女，就他都不想给自己压力了。洋洋，想睡吗？靠着一丈睡一会儿。战印低手温柔地哄着洋洋，洋洋窝在他的怀里说道，一丈，我不敢睡觉，睡着了好可怕，总会梦到妈妈满身是血的场景。战印抱紧他，不怕，有一丈在，妖魔鬼怪都不用怕，睡一会儿。到家后，一丈叫你起来吃饭，然后我们继续睡，晚上再去陪你妈妈，好吗？洋洋懂事的点点头。一丈的怀抱有安全感。洋洋嘴里说害怕，不敢睡，还是很快就睡着了。这2天他也睡不好，他还是个3岁大的孩子，很难支撑。就是他睡着了，还是老发噩梦，在回悠游山庄的路上就惊醒了数次。
每次被惊醒时都在哭叫，让战印夫妻俩好不心疼。战印让司机开快点，恨不得马上回到山庄里，让大师帮洋洋叫魂。另一边的战义臣在带着宁云初从医院出来后，并没有送宁云初回春暖花开，却是前往管城大酒店。他还对宁云初说道：“我陪着你跑了一趟医院，中午你请我吃饭。”他每次都是让他请吃饭啊。宁云初偏头朝向战义臣，平静地问道：“二少想去哪里吃？”我想，战义臣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的手机铃声响了，打断了他想说的话。他看到来电显示没有备注着姓名，但号码他是有印象的，是宁总的。你大伯打来的电话啊？战义臣对宁云初说了句。宁云初蹙了蹙眉后，又平静的道：“我想，他是急了，想找你帮忙吧。宁总是真急了，也怕。他和妻子呢是绑在一条绳上的人，虽说很多事情明面上是妻子在背锅，可是经不起推敲及调查的。那只要警方深入调查，他就脱不了关系。他夫妻俩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走到今天，如今有一种前功尽弃的预感，宁总能不急吗？心里又怨及妻子不听他的劝，无数次劝妻子不要再跟战印夫妻俩斗，他们就算有了10亿的身家，还是斗不过战家的。思琪被判刑就判刑呗，只要他们夫妻俩在外面还好好的，等女儿刑满出狱，他依旧能给女儿安排好的人生大道。思琪买凶伤人未遂，就是情节恶劣了点儿。要不是海童会拳脚功夫，加上战家有保镖暗中跟着保护他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那个时候思琪会被重判，如今这样子就是被判了几年而已。思琪还年轻啊，坐上几年牢出来也才20几岁。虽说坐牢不光彩，但是女儿犯了法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取得海童的谅解，那只能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那宁总是很努力的想说服妻子放下怨恨的，但是宁太太最疼爱的孩子便是宁思琪，儿子虽然也疼爱，由于儿子会帮着宁云初，宁太太就觉得儿子跟自己不是一条心的，对儿子的疼爱不及宁思琪的，她无法接受女儿要坐几年的牢。哇，她恨海童，她就是想报复海童，想让海童痛不欲生，悔不当初啊。只是他没想到自己调动了那么多人来布下天罗地网，最后都没有成功网到洋洋。他和他调动的势力还落入法网。就在被警方带走的那一刻，宁太太才明白过来，那警方呢也早就对他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等着他自投罗网呢。也是在那一刻啊，宁太太才后悔不听丈夫的规劝。她以为他有恶势力，不用怕战印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战印就是比他厉害呀。宁总知道妻子落入法网后会被重判的，妻子那是黑社会性质了，造成的后果影响极大也恶劣，还伤了人。那如今呢，宁总也见不到妻子，除了给妻子请律师，律师能见到妻子之外，在还没有判之前，他都见不到妻子，感觉宁家的天一夜之间就塌了。宁总此刻是真的焦头烂额，我在开车，不方便接听电话，你帮我接一下吧。战义臣对宁云初说了句，也不管宁云初答不答应，他选择了接听后，就把手机递至宁云初的面前，快点帮我拿着手机，你不想咱们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话，就快帮我接电话。宁云初不得已接过了他的手机，宁总已经在电话那边讨好的叫着：“二少，方便吗？我请你吃饭。”宁云初把战义臣的手机放到了耳边，听到继父的问话，他淡淡的道：“大伯，二少在开车，不方便听电话。”云初，你和二少在一起啊？那你跟二少说一声，我请他吃饭，问他方便不？你也和二少一起过来吧。宁总听到侄女的声音，知道侄女和战义臣在一起，他态度温和。二少，我大伯说请你吃饭，问你可否方便。方便呀，我们现在不是正要去吃饭吗？你就跟宁总说我们在管城大酒店等着他，让他速来。
今天坑不到宁云初的钱包了，改天再坑也是一样的，反正他有一辈子的时间坑他。宁云初赚钱不重要，每次请他吃饭，都有点心疼钱的样子，就是他心疼钱的样子逗乐了战一晨，他就喜欢坑他的钱包，就看着他肉疼又要装着一副若无其事很大方的样子。宁云初，谁要和你过一辈子了？大伯，你听到了二少说的话吧？宁总就在电话那边应着，好，我现在就去管城大酒店。说完，他匆匆地挂断了电话。宁云初把手机还给战一晨，战一晨边开着车边打趣他：你大伯找到我这里来，让我帮忙的话，大概又是让我对你负责，要将你嫁给我，你嫁是不嫁？上次想非礼你的那个混蛋，孔老已经用家法伺候了他，我跟你说一声，就你妈他们找到那个姓孔的，是想到孔家在管城的声望，连我大哥都敬上3分的。孔家嫡系一派，很正派的，跟你妈他们也没有交情，你妈不得已才找了个孔家旁系的旁系来帮忙，要把你送给对方当玩物。那这是战一晨查到的结果。当时他把姓孔的那个老男人暴揍了一顿，把对方揍得脸青鼻子肿的，没有看出对方是谁，后面调查的时候才知道是孔氏一族的败类。孔老还向他道谢，谢谢他帮忙揪出了家族中的败类。谢谢二少。宁云初除了道谢还是道谢，你欠我多少顿饭了，记着账，等你眼睛治好了，天天做饭给我吃啊。宁云初，二少请我当厨师，你不是要嫁给我吗？我不需要厨师。我就缺个老婆啊，普通的夫妻，老婆做饭给老公吃不是很正常？你要是不会做也没事，我会做。我们家兄弟在我奶奶的折腾下，都会做饭的，烧菜的本事还一流的呢。宁云初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住黑脸。战二少爷，我没有说过要嫁给你，他们俩甚至连男女朋友的关系都不是。战一晨笑了笑，说道：是你大伯说了，让我娶你，对你负责的，他左右不了我的婚姻啦。战一晨看他一眼，问道：你是嫌弃我长得丑，不想嫁给我呀？宁云初忍着没有发脾气，他说道：二少长什么样，我都不知道，怎么会嫌二少长得丑？二少爷，婚姻是大事，不是过家家。我和二少充其量只是有过交集，连男女朋友的关系都不算，如何能谈婚论嫁？战一晨没有马上答话，在宁云初以为自己说服了他之后，他却温和的道：结婚不一定要以男女朋友关系为前提的。我大哥娶我大嫂的时候，领证当天刚见面，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夫妻俩，好的蜜里调油，任谁看了都是羡慕嫉妒恨。战印与海童闪婚，难不成战家所有男儿都学着战印都闪婚吗？还是他们都太忙，懒得谈恋爱，所以都想学战印啊？战一晨又说道：你要是想先成为男女朋友关系也很容易，我现在就当你男友，咱们就是男女朋友关系了。宁云初，二少都不用征求我的同意吗？那你同意不？我配不上二少，高攀不起，还请二少不要再拿我开涮了。第一次认识战一晨的时候，宁云初就感觉到战一晨刻意接近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也想过战一晨是喜欢他，后来被他自我否定了。他是个瞎子，战一晨是战家的二少爷，就算战家长辈再开明，家风再好，那也难以接受他这个瞎子吧？你说你怎么配不上我？我改一改，让咱们俩很配。战一晨在拿到宁云初相片的那一刻起，就知道不管他再不喜欢，到最后自己还是会如奶奶所愿娶宁云初为妻的。那既然逃不掉，他就把宁云初当妻子看待了。我是个瞎子，战一晨笑道：这个问题啊，那我无法自戳双眼，让自己也变成个瞎子。不过我可以请最好的医生帮你治好眼睛，这个不是问题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二少，我在宁家是个透明人，你娶我得不到半点好处，
你在宁家是透明人有什么影响啊？你嫁给我又不用在宁家生活，在我战家。哎，你不是透明人就行，我也不会让你成为透明人的。我娶老婆需要什么好处？真要说好处，你也带给我好处呀，天冷的时候。那让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不就是好处？他竟然无言以对。你的户口本在你这里的吗？干嘛？宁云初防备地问着。战意一本正经地道，在你这里。你大伯再提出要求，让我对你负责任，我们就随时都可以领证结婚。二少，我没说过要嫁给你，我也不喜欢闪婚。二少要找闪婚对象，停了车，在路边拉一个女孩子就可以闪婚。宁云初绷着脸，真的要被战一晨打败了。那咱们先慢慢的谈着恋爱，一步一步来啊。云初纠正着，二少，我们也不是在谈恋爱啊。战一晨说道，你经常给我送花，这还不是谈恋爱？哦，对，我没有送过礼物给你，你喜欢什么我都送给你。宁云初想下车，不想和战一晨讨论恋爱的问题。战一晨偏头看了他两眼，笑道，那行，咱们先不谈这个，不过云初，我是越来越喜欢你的，对你没有半点嫌弃。奶奶给他选的妻子呢？宁云初不吭声。他这是第一次说喜欢他。战一晨就再次看看他，也不说话了。他觉得他该去向苏南请教如何讨未婚妻的欢心，让未婚妻迫不及待地想嫁给他。到了管城大酒店，战一晨把车停好，率先下了车，然后快速地绕过车身，来到副驾驶座前，等着宁云初下车后，他挡在宁云初的面前。二少，云初抬头面对着他，就他靠得近，他能轻易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气味。战一晨忽然执起了他的手，就随即拉高，然后用他的手按在他的脸上。云初，你摸摸我的脸，虽然你暂时看不清我的样子，但你可以用你的手来摸索，想象出我的样子，我知道你可以的。你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。宁云初静静地看着他，半晌呢，他的手动了。战一晨随即松开了他的手，任由他轻轻地带着点试探性在他的脸上游移着。那修长柔软的手指摸遍他的五官，带给他的却是粗糙之感，因为他的手掌满是厚厚的茧，就他的手其实很柔软，很漂亮的。宁云初凭着手感在脑海里想象着战一晨的样子，摸了几遍后，察觉到战一晨逼得太近后，他回过神来，赶紧缩回了手。战一晨眼神深深地瞄着他的红唇，她五官精致，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。那两片烟唇粉嫩嫣红，近距离时，他盯着她的红唇看，很想贴上去，尝尝她的唇瓣是否如他想象中那般柔软。不过呢，他也就是想一想啊，还不敢付之行动。他的心里住着一道高墙，他现在连一半的高墙都还没有爬到，不能过于放肆，免得被他一脚踹来。他跌回原点。我大伯来了吗？宁云初打破了彼此间沉默却散发着暧昧的气氛。不知道啊，我们先进去吧。战一晨朝他伸出手，我牵你进去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宁云初有拐杖，他能自己走进去。战一晨也不勉强，陪着他慢慢的往里走。战二少爷，云初，你们来了。宁总在1楼大堂厅等着，看到两个人进来，马上就迎过来，满脸堆笑的打招呼。他看了妓女两眼，视线便回到战一晨身上。宁总久等了。没有的事，我也是刚到。宁总请着战一晨，跟着他进了他订好的雅间。一路上看到战一晨对宁云初非常有耐心，也很是体贴，宁总心里极不是滋味。侄女是个瞎子，都能吸引战家二少爷的注意力。这丫头，那像极了他的弟弟，天生就带着亲和力。兄弟二人，他是长子，可是父母呢更疼爱弟弟，大家也更喜欢弟弟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他的弟弟都能成为人群中的焦点。弟弟脾性温和，人很聪明，
对他这个哥哥也非常敬重，并不想和他争家产，但父母还是想把一切都给弟弟，连他最爱的女人都成了他的弟媳妇啊。明明他和妻子是真心相爱的，双方父母就像看不到一样联姻，却是让弟弟联姻娶了他最爱的女人。哇，这是他不能忍的啊！云初怎么会和二少在一起的？宁总还是问了。宁云初淡淡的道：“我去医院探望海玲姐，偶遇的二少好心要送我回家，路上就接到了大伯的电话。”宁总摸了摸后，关心的问道：“海小姐怎么样了？脱离了生命危险？”云初答道：“我代替我妈去向她赔礼道歉的。”云初，那件事未必是你妈做的。那在还没有定罪之前，你不要说是你妈做的。宁太太不悦地说着。宁云初，没有证据，警方不会把我妈从家里带走。参与那天的事的人都没有一个人跑掉的。大伯就算刚回来，也该听说了。我相信警方不会冤枉我妈。其实云初也不知道警方为什么会锁定他的母亲，还很迅速地把他母亲带走了。只能说啊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吧。那他母亲总以为很厉害，有黑暗势力，却不知道邪不能胜正。那最后才会落得被抓的下场。当然，宁云初一点都不同情，也不担心母亲，更不会想办法救母亲，他只觉得这是母亲咎由自取。宁总一呀，无话可说。半晌，他赶紧把菜谱递给战一晨，让战一晨点菜。我不需要菜谱，身为战家的二少爷，在自家酒店吃饭，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招牌菜，二少爷是了如指掌的。是宁总请客。战一晨便不客气地点了很多自家酒店的招牌菜，就是他要开车不能喝酒，否则他能要几瓶好酒，那让宁总大出血一回。点好菜后呢，战一晨对宁总说道：“宁总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，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更不喜欢猜测。二少就是豪爽，我就喜欢二少这种性格。”宁总笑道：“那我就直接说了哈，二少就过我们家云初。”云初当时的狼狈样，甚至可能春光外露，都被二少看过了。我也向二少提出过要求，对我们家云初负起责任。大伯，我没有春光外露啊！云初立即纠正大伯的说辞，就算要把他塞给战一晨，也不能找这样的借口呀，让他在战一晨面前很丢脸。战一晨和宁总都看着他呀。战一晨的眼神带着点点笑意，意味深长地道：“你那个晚上穿的晚礼服很好看。”一向淡然的宁云初被他一句话逼红了脸。那战一晨又对宁总说道：“宁总，我好心救了你家侄女，你却赖上我，让我很是寒心啊。就像别人在路上好心扶了个老人，却被赖上要负责任一样，寒了做好事的人心。以后我再遇到那种情况，我是救还是不救呢？就再救几个女孩子，女方家长都要求我对他们负责任，我岂不是得娶好几个老婆？咱们国家呢，只允许一夫一妻制呢。”宁总看了侄女一眼，说道：“战二少爷，我侄女和别人不一样，她眼睛看不见，二少不对她负责，她以后都嫁不出去了。”大伯，云初严肃地道：“我不嫁人，我也不需要二少对我负责，我没有任何的损失。那个晚上，我没有被对方占到便宜，不需要二少对我负责任。宁总不是他亲爸，但属于他的长辈，还是他的继父。”宁总这样向战一晨提出要求，让宁云初觉得很丢脸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云初，我答应过你爸的，要把你抚养成人，再帮你找个好婆家。大伯没有照顾好你，让你失去了光明，大伯已经愧疚不已。要是再不能帮你找个好婆家，我以后若死了都无颜见你爸。宁总这样做，其实是在毁了宁云初在战一晨眼里的形象，让战一晨以及战家都看不起宁云初。他要是知道自家侄女是战家老夫人看中的二孙媳妇，宁总估计得吐血。
詹二少爷，你看看。詹义臣看了云初一眼后，说道：“宁总这样说的话，我要是不对宁小姐负责，宁小姐就要当一辈子老姑婆了。我怎忍心让宁小姐当老姑婆呀？宁小姐，詹二少爷啊！”云初绷着脸打断了詹义臣的话：“詹二少爷，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呀。”他又转向宁总，严肃地道：“大伯，你不要再逼着詹二少爷对我负责。我不需要，大伯本意不是这个，你还不如好好的和二少爷说清楚，何必拿我来当说辞？二少爷，我大伯真正的意思是想让你出面帮忙调解一下，让你大嫂姐妹俩出谅解书，好帮我妈争取轻判。”宁总的脸黑了黑，宁云初把他的真正用意说出来了也好，他本意就是如此。詹义臣故意哦了一声，不是真心让我娶宁小姐的。宁总，其实我是愿意对宁小姐负责的。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看着赏心悦目，眼睛看不见也无所谓，方便我欺负她，想怎么整她都可以。宁云初神色淡然，宁总若有所思，詹二少爷，我太太怎么说都是云初的亲妈，你和云初若是结婚了，那就是你的丈母娘。你愿意看着你丈母娘落难吗？那既然云初点破了他的本意，那宁总呢便不要脸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海玲是你大嫂的亲姐姐，你去替你丈母娘求求情，大家以后都是亲戚了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能不能原谅你丈母娘这一次？我保证她出来后不会再做对不起你大嫂姐妹俩的事。詹义臣端起了茶杯，动作优雅地喝了一口茶水后，放下了茶杯，似笑非笑地瞅着宁总看，说道：“宁总，不要太快跟我攀亲戚，你侄女说了不用我负责任的，就我们两家人现在不会成为亲戚，你要是生意上有困难，我或许看在你侄女的份上能帮就帮一把，但是这件事嘛，我不会帮你。你太太别说，还不是我的丈母娘，就算是我的丈母娘，她犯了罪，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，我不会替她说情。宁总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我大嫂姐妹俩不会出谅解书的呀。”说完后，詹义臣起身，同时也拉住了云初，把他也拉站起来，对宁总说道：“这饭我就不吃了，除了对宁小姐负责这件事，宁总可以找我，其他事情都不用找我，我帮不上忙。”他拉着宁云初出了雅间，就留下宁总一个人坐在那里，脸色一阵黑一阵白的。